星星是个内向文静的女孩，她和她的家人住在离市区较远的郊区，生活机能没有很方便，离就读的学校也较远，但因为她的父母相当注重孩子们的品性、学业表现与成绩，认为住在郊区可以减少接触人际是非，多亲近大自然，对孩子们学习上的专注力与童年的自然体验有更多帮助。念小学时，星星和她的姐姐与妹妹几乎是父母接送上下学的。有一次，班上一位女同学1个礼拜没到学校上课，听说是在放学路上快到家的巷子里，遇到陌生男子用不好的方式碰触女同学的身体，而惊吓到不敢再出门。学校因此才开始注意学生放学的安全问题。这件事对年幼不会想太多的星星来说没有特别在意，因为她的家较远，不可能独自走路回家。到了中学，由于父母的工作更忙碌了，星星和姐妹们偶尔会需要自行搭乘公车上学，公车上也会有其他学校的学生。星星姐妹们坐在车上的一角，有时温习功课，有时观察车上的人。某日早晨，有位顽皮的男学生掀起了一位应该是彼此认识的女学生裙子，星星吓了一跳，但车上也没有任何人纠正这位男孩的行为。没有哥哥或弟弟的星星不知道男孩子竟然会用这样不礼貌的行为对待女孩子。还好这个被掀裙子的女孩在裙子内多穿了一件运动裤，不然场面一定会尴尬极了。这件事让星星知道，若不想出丑的话，不论天气有多炎热，都该在裙子内多穿件短裤。某一年暑假的午后，星星和妹妹在家前的巷子口玩耍，突然有一位长相斯文、彬彬有礼，自称是附近中学的老师，正在找一位逃暑期辅导课的学生，询问星星与妹妹是否有见到学生经过。从小被教育要尊师重道的星星很有礼貌地回应这位老师，我们刚刚一直在这里，没有见到任何人经过。这位老师接着说，我是学校最近才请来的代课老师，你们是这间学校的学生吗？星星回答，妹妹还在念小学，我们都在市区的学校上学。老师问，那么你们知道学生制服上绣学号与名字的位置是在左边还是右边吗？所有中学的制服都绣在同一个位置吗？星星回答，我不清楚每间学校是不是一样，但应该都在胸前口袋的上方。老师问，胸前的哪个位置？我能比一下吗？星星此时顿了一下，觉得有点奇怪，但又想，爸妈教我们要听老师的话，我们应该帮老师想办法解决问题。再说他是老师，应该不会做不礼貌的事才是，便回答，可以。此时老师伸出手指，直接碰触到星星的胸口，横向来回比划说道，是这个位置吗？星星当下脑袋一片空白，微微颤抖，无意识地回应，而这位老师仍面不改色，看似礼貌地说，谢谢你们的协助。星星此时还愣在原地，没反应过来，回道，不客气。老师便微笑地离开了。当老师离开他们的视线后，星星的妹妹说，姐姐，他摸你的胸部耶。一时间星星无法整理出思绪，当下只回妹妹说，没有啦，他只是要确认学号的位置。但星星心里知道，这样的回答会比承认自己被老师骗了更能释怀。由于怕严厉的父亲知道这件事后会责备自己的愚笨，星星让妹妹不要让其他家人知道，妹妹也真的照星星的交代，没有说出去。学业越来越繁重，这个经历让星星一直很不解，更有许多越来越加重的不舒服感，但也从来不敢对谁诉说。生活越来越忙碌，日子久了，星星已不会再想起此事，但他不知道，这件事的阴影悄悄地封存在他心里的某个角落。不知不觉，星星渐渐不信任男生，
也总是对男老师唱反调，甚至剪了男生一样的短发，把自己武装起来。而星星却以为一切的防卫行为只是大人口中的叛逆期。经历过内心矛盾的成长过程，长大后的星星坚强了许多。离开家乡念大学，让他认识许多类型的人，从一味的武装到懂得适时放松。那个内向文静的小女孩已然变成礼貌、做事成熟稳健的女人，开始留起长发，做自己喜欢的样子。由于品学兼优，毕业后的就职很顺利。在公司，她靓丽的外表与杰出的表现，吸引不少男同事对她倾心。但星星总是礼貌地保持距离，不破坏同事间的友谊，也不曾给男同事太亲近的机会。小时候遇到与听到的关于男生对女生不礼貌的行为，悄悄影响着星星与异性的相处关系。没有人知道，甚至星星自己也没有察觉。星星入职后的第6年，公司预计推行一个新企划，这是个全体员工都必须参加的企划研究、分析与未来发展报告。为了促进同仁的凝聚力，公司以打散各部门人员、分组报告的方式进行。星星的组别中共有7人，一位是与星星年纪相仿的女同事娜娜。由于年纪相近，他们很快就熟络了起来，成为好朋友。娜娜有位稳定交往的男友，感情要好，以论及婚嫁，所以假日基本上是没有机会见到娜娜的，因为她忙着约会。为了配合这点，每当报告内容有进度需要讨论时，大家也会尽量利用下班时间，以满足大家需要在假日好好休息充电，陪伴家人的需求。一位是较星星年长一些，工作家庭两头烧的职业妇女童恩。虽然比起工作，童恩更重视家庭，但在报告制作与讨论的配合度高，个性随和，像个傻大姐。有好吃的东西都会藏到下班开会时再与同组的每个人分享，还会像大姐姐般的照顾同组同事，加上做事负责，大家都很喜欢她。在星星看来，童恩虽然表面像个傻大姐，但内心却是温柔细腻的好妈妈。一位是有家庭、很有亲和力，总是帮人解决疑难杂症，在自己部门担任经理的维斯。下班时偶尔会见到维斯的太太带女儿来探班送晚餐，女儿对着维斯撒娇的画面，总让人觉得他们是幸福的家庭。维斯是组里年纪最长的，加上在公司担任经理一职，顺理成章由他担任组长。虽然维斯不是喜欢出风头的个性，但在他的带领中，每个人都能有方向地掌握进度，遇到瓶颈时，他也都能适时引导给予协助，却不影响自己负责部分的进度，是大家非常认可的组长大家长。一位是和维斯同部门，和星星娜娜年纪相近的奥特。奥特有一个经营某知名企业的父亲，基本上他不愁吃穿，因此在大部分人眼中，奥特像是个随意不羁、爱玩的花花公子。但在这次的分组竞赛中，可以感受到他难得的看重这件事。他的主管维斯也在这次看到不一样的他，不时给予积极学习与参与的奥特必要的协助。或许是在家里没有温暖的关系，他特别想在这次的竞赛中得到荣耀，让父亲为他感到骄傲。在这次的分组报告制作期间，一开始不知道自己有什么用处的奥特，包揽了所有关于吃喝玩乐的活。他总是那个吆喝着订餐或安排讨论地点的主要人物。大家也因为这样吃吃喝喝、嬉嬉闹闹，感情越来越好，好到就像家人，无形中也弥补了奥特在家庭中缺失的温度。一位是积极上进，在自己部门表现优异，年纪较星星他们年轻一些的凯文。因为出色的表现与英俊的长相，凯文是公司的风云人物，他是许多女同事都想亲近的人。就算不是同部门，但多多少少也听过他的名号。实际认识凯文后，星星也相当欣赏凯文，原因是凯文不是一个受到爱戴就骄傲的人，
反而看到更多的是他的谦虚。而且他确实是一个做事有一套、化危机为转机、思维灵活的人。原本还有偶像包袱的他，在这组大家庭中，也渐渐露出男孩的一面。偶尔也会私下请教星星专业上的问题，而凯文也确实可以运用向星星请益的知识在工作上，并且把成果分享给星星知道，这让星星感到十分欣慰。一位是刚从学校毕业，总是用力求表现的马克。或许是因为年纪最小，又对于自己的外在条件没有自信，马克总是希望自己的才能可以被看见，但可能经验不足，思虑不够周全。虽然经常是第一个提出方案，最后却都换来大家尴尬又不失礼的微笑。然而组里有出众的凯文与经验老道的维斯，不经意的就能推翻掉马克的方案，这让马克经常感到挫败。星星看在眼里，不希望氛围变得尴尬，会适时给予马克鼓励。殊不知这样的举动却让马克有了各种联想，渐渐喜欢上这位有能力、善良又会带给他温暖的星星。只要看到他的假想敌凯文与星星有说有笑，就会不开心，甚至生起嫉妒心。3个月的分组研究期间，马克只要遇到挫折或有工作上的问题，都会用传讯息的方式寻求星星的安慰与协助。星星一开始只是想以姐姐的角色给些意见，但马克却总是会有不断的问题再丢出，延伸到后来，马克甚至会在半夜传讯息给星星，星星不堪其扰，于是把这个困扰跟娜娜讨论。一向不让自己吃亏的娜娜听了之后，下意识地翻了白眼说道：不要理他啦，这个人怎么不会拿捏分寸呢？哪有人这么多问题要在半夜讨论，都不用睡觉的吗？星星听了娜娜的话，渐渐与马克保持距离，马克也因此在组别讨论时有些不自在。这些微妙的变化被童恩感觉到，私下找了星星提醒道：马克看起来似乎是喜欢你，他做事比较激进，你自己要注意安全哦。虽然在公司时刻意减少与马克的互动，但下了班，马克仍是死缠烂打的继续传讯息。星星想不到其他办法，只好求助大家长维斯，毕竟马克也是组员，平常也会在组长面前求表现，保持好形象。果然在维斯出面谈谈后，马克就没有再疯狂传讯息了。星星非常感谢维斯的帮忙，心中暗暗觉得还是为人父的男人可靠。这事件后，星星与维斯的互动变多了，同是离乡背景打拼的维斯，偶尔也会担心太晚下班的星星独自回家的安全性，时而会顺路载其他同事与星星回家。这些对大家都很照顾的举动，让星星更加信任维斯。有时回家的路上，乘客只剩星星时，他们会聊一些日常，聊聊好吃的餐厅、有趣的展览、好看的电影、喜欢的书籍。偶尔说起家里的事，维斯总是骄傲地说着女儿的才华。看着这样疼爱女儿、以女儿为荣的维斯，会让星星想起表面虽然严肃的父亲，在他还小时也是这般宝贝他的孩子们，不由得让星星的内心升起暖意，边听边微笑着。终于熬到了简报评鉴的这天，在大家通力的合作下，他们完成了有别于其他组、更具创意与实质有利于公司回收成效的方案。在形象良好的凯文简报与说话有亲和力的星星辅助说明下，他们赢得了这次竞赛的冠军。奥特与娜娜顾不得会议室还有其他组人，几乎是第一时间跳起来欢呼的，藏不住喜悦的马上计划起晚上的庆功宴。经过长时间的努力，大家都身心疲惫，得到这份殊荣，终于可以释放压力了。每个人都沉浸在喜悦中，便笑笑地随他们去准备了。晚上是 KTV 的庆功狂欢，奥特带了女伴，娜娜带了男友，维斯带了女儿，童恩、星星、凯文、马克则是独自前往。是庆功宴，不免有敬酒的场面。维斯以需要安全载女儿回家为由，以茶代酒，吃饭、喝酒、唱歌、跳舞，大家像是突然被大解放般愉快的狂欢。
晚上9点多时，维斯的太太不放心女儿，便先行接走女儿。维斯则继续陪伴大家。中途，童恩因顾及家庭，交代大家喝酒不开车，也离开了。玩到午夜12点，大家真的体力透支了。奥特与娜娜在伴侣的陪伴下离开，马克则是住在附近，走路5分钟就到家了。而凯文招了计程车，原本要和星星一同离开，但维斯突然跳出来说：“我家和星星住所是同一个方向，我顺路载他回家吧。”这时凯文有些欲言又止，但自己家确实与星星住的地方反方向，自己也有些累了，就没有多说。星星这边因为平常也常给维斯顺路载回家，加上很晚了，自己也累了，便与凯文道别，大家各自回家。路上，维斯称赞星星今天的表现，星星则是感谢维斯的带领与大家的付出，让常年在外地工作有些孤单的他，借这次合作的机会，得到这么多异地家人与温暖。维斯开车中听了这番话，不忘给了星星一个温暖的微笑。星星当下的感受是，若爸爸知道我们今天的成就，大概也会是这么温暖的回应吧。到星星的住所楼下，星星像往常一样谢谢维斯，但维斯今天似乎特别开心，突然叫住星星说道：“可以给我一个拥抱吗？”星星愣了一下，觉得好突然。维斯看到星星定格的反应，又补上说道：“就像家人朋友互相拥抱那样。”星星担心自己若别扭会显得不大气，或让对方尴尬。再来，也因为这3个月的革命与经常受到帮助，早把维斯定义为家人，就答应了。但维斯的这个拥抱抱得很深，当星星觉得奇怪时，维斯口鼻又接着在星星的耳朵与脖子附近缓慢地游移，且大力地喘息着。夜深人静，这个声音格外清晰。一时间，星星脑中一片空白，身体僵住，对于维斯突如其来的动作，不知该如何回应。幸好有路人经过，星星才恢复意识，说道：“很晚了，你的家人应该会担心，早点回家吧。”两人便就此道别。回到住所的星星脑中很混乱，那个自己心中的恩人、大家长、好爸爸，刚刚的行为到底是什么？找不到合理的逻辑，无法入睡的星星，此时收到维斯的讯息：“刚到家，睡了吗？辛苦了，正要睡。晚安。”晚安。虽然是很平常的讯息，但因为刚刚维斯在楼下的举动，已经让星星不平静。表面平静的文字，却是心跳加速、颤抖着双手回应的。在渐渐缓和情绪后，手机又突然传来讯息：“我好像开始想你了。”这句话又是什么意思？星星整个脑袋轰轰轰的无法思考，似乎有一种背叛的感觉升起，却又有3个月来大家互动的点点滴滴，压制着对于维斯做出让自己不舒服的行为想谴责的想法。心中几番挣扎，最后想到明天还得碰面，便回了：“应该很累了吧，早点休息。”维斯回了遵命后，不知是酒精作祟还是突如其来的打击太大，星星晕眩头痛，想逃避这复杂的情绪，于是关了机，不想再看到任何讯息，困难地入睡了。隔天，同组的伙伴开心地一起约吃中餐。星星想假装昨晚没有发生那件使他恐惧的事，但维斯不时地偷偷观察他，特别在意他，还是让他有些不自在。用完餐，大家回各自的部门后，星星收到维斯的讯息：“你有想我吗？”看到这样的讯息，昨晚的晕眩感又袭击而来。这一次，星星甚至有反胃的感觉。刚刚才其乐融融地吃完中餐，顿时只想到能回专心上班吧。还好维斯回了“哦”之后，就没有再打扰了。直到下班前，维斯传了讯息，希望今天一样可以载他回家，但被星星婉拒了。
维斯问：是因为昨晚的事在躲我吗？星星回：是因为今天约了娜娜去逛街，不会马上回家。谢谢你还特别问我。维斯回：喜欢你，可以载你回家是我的荣幸。这个曾经让他敬仰尊敬的人，突然说喜欢自己，让星星陷入对于一路过来的点点滴滴充满怀疑的冲突中。到底爱家疼女儿的幸福家庭是真的吗？到底重情重义的样子是演的吗？当我请他协助处理马克的状况时，他又是抱着什么心态？顺路接送与家人的拥抱，都是在计划之中吗？有太多星星现在还想不透的问题，在脑中互相矛盾打架着。晚上与娜娜的约会，娜娜开心地聊着再过不久要结婚的事，星星则心不在焉地回应着。这让娜娜感觉有些古怪，问了星星发生什么事。星星把娜娜当作闺蜜，便把维斯说喜欢自己的事告诉了娜娜。已论及婚嫁的娜娜无法接受婚外情，告诫星星不要勾引已婚人士后，这个晚上的约会就不欢而散了。这时候的星星脑子就像被浆糊黏住般，什么都看不清，想不透。对于维斯先前的照顾，他是非常感谢的，舍不得丢掉过去3个月和大家一起奋斗的美好。但对于维斯的喜欢，他是错愕的，有时会自责不该让对方喜欢上自己，有时又认为是维斯背叛了自己对他的敬重，而毁了珍贵的友谊，像鬼打墙般迟迟理不出头绪，一切无法重来。星星也不知道自己真正的心意是什么，但可以确定的是，这一天后，娜娜就不再是自己的闺蜜了。之后，维斯仍是每天关心，暧昧的话越来越露骨。星星遇到工作或生活上的困难，他也总是自告奋勇的协助，让独自在外地打拼的星星不得不承认自己曾多次被感动。每当感动的时候，也一度怀疑自己是否喜欢对方，所以才没有直接拒绝。这样在道德边缘游走的心情，不知能向谁倾吐，能向谁求救。倾吐是否又会换来关系破灭与背叛？星星日渐封闭自我，每天活在想弄明白与维斯的关系，在就此断绝来往的想法与依赖的行为矛盾中过日子。不知不觉中，他变得敏感脆弱，经常莫名的流泪，食不下咽，日渐消瘦。某个周末晚上，童恩突然来电，好奇星星怎么没有参加娜娜今天的婚宴。在童恩温柔的关心下，星星才忐忑地将与娜娜关系破裂的原因道出。童恩听完后，长长叹了一口气，说道：唉，想不到你也遇到这样的事。星星疑惑地问：为什么说也遇到这样的事呢？原来童恩在念研究所时期，曾经当过教授的地下情人。他气愤地说：这些人都是惯犯，专门骗取年轻单纯善良女生的好感，来满足他们内心需要被崇拜的幼稚变态心理。前些日子我才在茶水间看到维斯，似乎想对新来的女同事展开行动。你这么好的女孩，值得更好的人，千万不要步上我的后尘。我年轻时太傻，有太多的不甘心，与教授纠缠了好久，还患上了忧郁症。最后在心理医师与现在的先生陪伴下，才渐渐康复。听了童恩的这番话，星星犹如被当头棒喝，瞬间像卸下沉重的忧虑般，突然好想念他的家人，拨了通电话给姐姐，边说着这段时间的矛盾与不快，边放声放心地哭了起来。对于心理治疗有些研究的姐姐，感受到星星因长时间的心理压力已有忧郁倾向，向星星提议离职回家乡休息一阵。提辞呈的这一晚，星星断绝了与维斯的联系方式。夜里，星星梦到中学时的暑假，那位为了找学生而碰触他胸部的老师。梦里的星星像是明白了什么套路，哭得十分伤心。
此时，另一个现在的自己上前拥抱了那个无力、无助、悲伤、年幼的自己。纵使眼泪浸湿了枕头，但此时的星星总算是安心地沉沉睡着了。将星星带回家的姐姐找来父母开了家庭会议，鼓励星星将心里的所有疑惑、不快倾吐。看着边啜泣边哽咽的道出委屈的星星，父母也难过且自责在孩子成长过程中疏于关心，太在意课业成绩，疏忽了人际关系与自我保护的教育。看着父母心疼自己的样子，星星感受到真真切切的家人无私的爱。这场家庭会议在大家流着泪、擤着鼻涕、互相疼惜中和谐地结束了。星星内心的矛盾、怀疑与道德谴责，也在家庭会议的结束终止了。1年后的初秋，星星已恢复了心理健康。现在的她是一个自在、爱自己的女人，独立自主，懂得照顾自己的心情。这一天，她坐在窗边，吹着徐徐的微风，看着这1年陪伴她心灵成长的心灵丛书，突然收到来自凯文的讯息：嗨，好久不见，最近好吗？好久不见，还可以，你呢？也还可以。好突然，有什么事吗？月底会和大学时期一群要好的朋友去你家乡那边旅游，如果你有时间的话，是否愿意加入我们？好呀。人生的旅途，我们会遇见挫折与成就，悲伤或喜悦，难过的事会发生，但不代表美好的事物就不再进入生命之中。星星可能就是我们身边的任何人，他的故事还在进行中，故事会怎么继续？你会怎么为他继续谱写呢？人生寓言故事，以此故事献给世上所有坚强的星星。你并不孤单。